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那今天的讲师黄维瑜已经来到线上了，那我们直接邀请黄维瑜来为大家开讲。Hello，维瑜，麻烦你喽。OK，好，大家好，我是黄维玉，然后我目前就读于就是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从内向，然后到踏上国际志工之路。那我觉得就是这其实不只是一趟印尼的国际志工经验，我觉得如果要我现在回头想起来，就是这趟旅程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可能不只是就是英文变好了多少，然后也不只是我去了哪些地方。而是我觉得我开始更了解自己，也更加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如果要讲这一切的起点，我觉得其实要从童军开始说起。因为我觉得童军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其实是社会化的能力。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那我不太会主动跟就是别人交流。那像是如果我以前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环境，我通常可能会比较安静，然后就是待在旁边，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这样子。但是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从小到大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觉得其实内向不完全是一个缺点嘛。因为当你是一个内向人的时候，你是身为一个旁观者，所以你更容易看见一些他人没办法察觉的事情。那因此，内向人我觉得往往有着就是懂得观察以及倾听的特质。那我想先简单说一些，就是我这次身为志工，我最主要的工作是教学。那我觉得也因为就是有了内向这个特质，然后再加上就是，所以我更懂得观察以及倾听。所以我再加上同样身为学生，那在设计上课方式的时候，我更能够站在就是每位学生的角度在思考问题。那像是我知道有一些就是相对比较内向的学生，他没有很喜欢自我介绍。那所以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并没有请每个学生都自我介绍这样子，或是当我给他们一些就是小组讨论，要讨论一些时事的议题，那他们需要上台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并分享给其他人时，他们也可以两一起之类的，因为可能有一些学生会觉得自己一个人上台会比较尴尬。那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都会有各自的优缺点，那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找出自己相对应的能力，然后尽可能让自己成长的同时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但是在加入童军之后，我发现童军里面有很多就是相对外向的，也很愿意跟别人交流的人。那一开始我觉得我也没有马上变得很外向，但是因为我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所以我慢慢开始学习就是怎么样跟别人合作，然后也开始比较敢去认识陌生人。那所以现在回头看，我觉得童军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改变了原本的我。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改变是，就是我的生活能力嘛。就是我记得我在参加童军之前，我完全不会煮饭，然后是真的完全不会，就是连煎一颗蛋都不会。但是在加入童军之后，就是因为我参加了蛮多的营队活动，那我们常常会需要自己完成就是一餐，像是就是我们需要从生火到准备食材，然后把食物煮出来，那全部都需要就是自己动手。那所以我也慢慢学会了一些基本的就是烹饪能力。那当时的我可能没有想过，就是这些看起来蛮普通的生活技能，就是有一天会在国际志工这种活动上面派上用场。就是因为这一次去印尼，我煮了卤肉饭，就是跟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分享台湾的饮食文化。但这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做卤肉饭，所以在煮之前我真的非常紧张。那我那时候一直很害怕，就是我想说，如果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台湾的料理，那如果我煮的很难吃，那他们是不是会对台湾的就是食物留下不太好的印象？但这我觉得算是蛮成功的，因为他们都告诉我蛮好吃的。然后呃，所以后来甚至有一个斯里兰卡来的朋友，他还跟我要就是食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回去自己煮煮看，结果后来他真的有煮出来。那这件事情让我其实蛮感动，而且也很特别。那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在投影片上面最左上角这张照片是我记得是我煮完之后，然后拍的照片，然后左下那张是就是我煮的卤肉饭。但其实卤肉饭基本上是要用猪肉，但是因为我在印尼那边比较多穆斯林，那他们就是不能吃猪肉，所以我是
改成鸡肉这样子。那右边这张照片就是那个来自斯里兰卡的朋友他自己回家后来煮出来的食物。那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就是童军以前教我的那些东西，可能当下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很普通，但他们其实一直都留在我的生活里面。那这也让我想到，就是如果没有那些经验，也可能不会有现在的我。那接下来就是大学生活与 ISEC， 但就是如果要说我为什么会去印尼，我觉得这一切还是要从我的大学生活开始说起。就是说真的，在上大学之前，我对于大学的生活其实是蛮有憧憬的。就是现在回头看来，我觉得那很大，就是那些憧憬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电视剧，然后还有自己的幻想。就是我以前想象中大学可能是就是每天跟一群人一起上课，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很自然的就会认识很多朋友。但是进入大学之后，我发现就是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就是甚至有时候同班同学之间就像陌生人，我甚至有时候不知道某一些同学的名字。那我觉得在上大学之前，我不知道那件事情其实很正常，因为高中会有很多班级活动以及社团活动，那老师也会安排很多就是团体性的事情，所以你就算不主动，也会就是被迫跟其他人接触。可是就是大学不太一样，因为一切都是比较自主，所以如果你不主动参加活动，然后也不主动认识别人的话，就是其实很容易一直待在自己的生活圈里面。那所以我刚刚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就是我其实过得有点浑浑噩噩的。像我现在是要升大二，所以其实是就是我也只过2学期，那所以第一学期就是过得蛮浑浑噩噩的，就是我每天都有在上课，但是我常常有一种所以我现在在做什么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大学生活不应该只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后来在大一的下学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学校的 email 信箱其实常常会有一些就是活动的资讯。然后有一次我就刚好看到 ISEC 寄来的一封信。那 ISEC 的全名是就是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那这是一个由学生的非营利组织。那其实当初这个信里面，它真正吸引我的是它里面提到的一个词是国际交流。那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英文真的非常重要。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很少有机会，就是能够使用英文来对话嘛。因为平常上课虽然会接触英文，那考试也会考英文，但是真正能跟一个外国人就是面对面用英文聊天的机会，其实真的很少。所以我一直都在找一个可以跟外国人交流的机会。那加上 ISEC 里面的国际他们的计划大部分都是以 SDGs， 也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为基础，而我觉得这也是我蛮想了解的一个议题，所以我就决定去参加他们的说明会这样子。那听完就参加说明会之后，我听完之前参与者的分享，我就更加的确定这是我想参加的计划，所以我就报名了其中一个计划这样。那真正到了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发生了一件让我蛮意外的事情，就是我竟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张。就是平常的我，如果要面对这种相对重要的面试的时候，我应该会超级紧张。而且这一次就是在面试的时候，我还不是使用自己的母语，我是使用英文。但那一次我反而觉得自己比较放松。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不是使用中文，我反而比较没有那么在意自己讲的，就是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就是我可以比较直接的去表达自己这样子。那面试结束之后，大概2个小时，我就收到了通知。但是很奇怪的是，就是在收到通知的那一瞬间，我没有到很开心。就是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是就是完蛋了，因为我突然间意识到我真的要去印尼了，然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英文能力。就是我其实不觉得自己的英文程度有好到可以跟外国人就是长时间的交流，那更不用说我要去印尼，还要去教一群就是母语不是英文的国中生。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蛮紧张的，甚至是有一点后悔。但后来我就是告诉自己一件事情，因为毕竟船到桥头自然直嘛。那既然你都已经通过了，那就要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很多大幅度的成长都是在你没有退路的时候，然后就是让自己一定要向前才会产生的。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只能开始努力提升自己的英文程度，那至少让自己可以跟别人进行简单的对话。那像里面这张投影片最左边这个是我那时候看到的资讯，就是他们寄给我的 mail。
然后中间这张图片是我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那最右边这张图片是我收到我录取的通知。好，那接下来就是我的很多第一次，就是一直到真正出发的前一天，我其实都还是非常紧张，因为这不只是我第一次去印尼，也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出国，而且我要去的地方就是不是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然后所以我的目的地是在普和加多，它是一个位于中爪哇的城市。那所以抵达雅加达之后，我还要自己搭大概5个小时的火车到我要去的那个城市普和加多。所以我当时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都非常的陌生。那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自己拖着行李，然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搭5个小时的火车。那就是当飞机慢慢下降的时候，我第一次从飞机上往下看印尼的时候，我对于印尼的第一印象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他们有些地方看起来其实蛮破旧的。那直到后来我搭火车，然后慢慢往南走，我才看到更多的高楼，就是城市景观这样。那我对于就是我要到的那个城市普和加多的第一印象其实是就是很黑，因为我抵达普和加多的时候，其实已经将近凌晨12点了，然后所以已经很晚。那时候我记得他们路上的路灯就是之间间隔非常远，而且亮度其实也不足以照亮就是路面这样，所以整条路看起来就非常的暗，但是他们的路真的非常的宽。那下火车之后，他们是直接把我送到寄宿家庭里面。那我的寄宿家庭附近就是有一大片的稻田，所以晚上因为很空旷，所以晚上其实非常冷。那刚抵达雅加达的时候，我觉得体感温度其实跟台湾差不多，但是随着火车一路往南，然后再加上太阳下山之后，可以开始感受到一些比较凉爽的微风。那晚上的普和加多甚至可以降到大概20度左右，所以他们其实很多家庭里面是没有冷气的。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真正的文化冲击才正要开始。就是在寄宿家庭里面的文化冲击，就是他们家里面没有热水器，然后所以他们洗澡的话是只能用冷水洗。那刚开始我真的超级不习惯，因为他们也没有平常我们习惯使用的莲蓬头，所以洗澡的方式其实是你要拿一个水瓢，然后舀在水桶里面的水，然后冲，然后洗澡这样。但就是那一天，我觉得就是刚抵达那一天，我觉得让我感到最不舒服的，其实不是冷水澡，而是我觉得洗完头之后，我怕吵到别人，所以我就没有使用吹风机，所以我头发就直接湿湿的，然后就睡觉了。而且那一天晚上其实我觉得蛮冷的，所以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头真的超级无敌痛。然后我觉得刚抵达那一天是整趟寄宿家庭的经验里面，就是体感最差的一天。那我觉得另一件事情是，他们家也没有我们习惯会使用的冲水马桶，所以一样要拿着水瓢，就是舀水桶里的水去冲这样子。那我觉得其中一个点让我蛮困惑的是，他们没有洗手台，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我们要去哪里洗手这样？因为其实，在台湾就是有洗手台是一件蛮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本不会特别注意到底有没有洗手台，直到你真的要使用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没有这样。但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之后，我觉得其实才会发现，就是原来很多你以为就是全世界都差不多的生活习惯，其实只是你自己的日常。那这也是我觉得出国蛮有趣的地方，因为你会开始发现，原来正常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的。那接下来就是印尼的饮食文化，我觉得另外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吃饭的方式，就是他们有时候会直接用手吃饭。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会用手吃饭的国家只有印度，但是到了印尼之后，我才发现就是这也是他们日常饮食习惯的一部分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有问他们说，就是你们为什么不用餐具吃饭这样子？然后他们告诉我说，比起使用餐具，他们觉得用手吃饭可以更直接的，就是感受到食物的味道。然后我要讲，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印尼的食物真的非常辣，像这里面的照片，就是每一个其实都是真的很辣。那我觉得自己在台湾已经算是一个蛮会吃辣的人，但是台湾的辣跟印尼的辣就是相比的话，我觉得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像是在印尼的话，就是辣椒放进食物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甚至早餐里面也会有辣椒。
那他们除了食物本身里面有放辣椒之外，他们还会另外沾辣椒酱，像是中间这张图片，就是右上角可以看到那个红红的那个就是辣椒酱，所以就是这个碗里面其实已经有辣了，但他们还是会用辣椒酱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点餐，然后他们的辣度总共是分成5个等级，所以如果在台湾的话，我平常通常会点3或4级，所以我当时就很自然的说，哦，我想要点4级这样。然后就我当地人他们就马上跟我说，你确定你要点4级吗？4级真的很辣哦，你可以先点2级看看。我就想说好吧，所以我就点了2级。那结果最后我吃了那个2级就是辣度的食物之后，我只能说真的还是很辣。所以那一刻我重新就是得知了，就是原来辣可以差那么多这样。那除此之外，他们也很多点心都是炸的，然后他们也有很多就是跟香蕉相关的食物。所以如果要我用3个词来形容对于印尼饮食的名词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就是辣以及炸物跟香蕉这样。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宗教以及日常的生活。像是就是我觉得在印尼让我最惊讶的事情其实是宗教，因为我记得我到那边的时候，我有给他们看台湾的身份证，然后所以他们也有让我看他们的身份证。那我看到他们的身份证上面其实是要标明他们的宗教的。那就算一个人没有特别信仰的宗教，那我记得他们那时候是告诉我说，你就算没有特别信仰什么宗教，你也必须要填写一个宗教。所以我觉得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宗教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因为印尼有很多人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基本上在每个地方都有设置一个可以礼拜的空间，那他们称之为礼拜室。然后所以礼拜室附近也会有清洁身体的地方。那甚至有一些地方进去厕所之前要脱鞋，像是他们的加油站。那左边这张图片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其实是我在他们的加油站门口拍的。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去到那个加油站，然后我想上厕所，那时候我就看到就是他们的台阶前面有放蛮多鞋子，我想说为什么前面会有这么多鞋子这样？那我后来就发现那个标志就是说你进去，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在印尼最方便的鞋子其实是拖鞋，因为你进去很多地方，像是他们有些餐厅或者甚至是教室，你都需要脱鞋子。那后来我也观察到，就是很多当地人他们基本上也都是穿拖鞋，很少像台湾人一样，就是我看到基本上都是穿运动鞋。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当地人来说可以说是就是非常的普通，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蛮特别的。那所以后来我也开始觉得，这可能就是出国真正的意义，就是不只是单纯去一个国家就是打卡拍照，就是走马看花，而是你真的有机会可以住进当地人的生活里面，然后体验他们的生活，然后就是看他们是怎么吃饭、怎么生活，以及他们的信仰这样，然后也可以开始发现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像右边这张图片就是我在那边主要教学的学校，那他们因为这个学校是宗教学校，所以管的比较严格。就算像是我虽然不是伊斯兰教，但是我虽然不是伊斯兰教的教徒，但是当你是一个女生，你进到那个学校，你就是一定需要戴那个头巾。所以右边这张图片我就戴头巾，然后是跟他们当地的他们的学生拍照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身为一个国际志工，那我这次去印尼主要是以国际志工的身份参加。那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其实是教学。那前面有提到说 ISEC 的计划大部分都是跟 SDGs 也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有关的，而我这一次就是参加的计划是以 SDG 4就是优质教育为基础。那所以我们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当地学生了解什么是 SDGs， 以及就是所以我们到了学校之后不能够直接照着课本教。那其实因为我们需要教他们什么是 SDGs， 那后来我到了那个学校之后，就是我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是 SDGs 吗？他们好像连就是什么是 SDGs 他们都没有听过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自己设计我们的教学内容，然后我们需要自己查找资料，然后想教学的方法，以及也要思考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学生愿意参与你的课堂，然后愿意聆听你的课，而不是就是发呆或者是什么都没有听进去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设计一堂课，而且对象并不是台湾的学生，而是印尼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嘛。那不过我觉得这次计划他们有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就是你每一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志工都会分配到一位就是当地的人，那我后来会称他们为伙伴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些伙伴除了要负责用摩托车接送我们到各个地方之外，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需要协助我们翻译，因为其实大多数的当地人他们是不会说英文的。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也必须跟着我们一起，就是去教当地的小朋友，所以他们其实也等同于我们的共同教学的伙伴。那这也代表我们就是志工不能自己决定要教什么，而是需要跟我们的伙伴一起讨论。那而我的这位伙伴，我觉得他让我学到了很多，而我觉得这个学到很多不完全是一个顺利的事情嘛，因为刚到印尼的第一周，那我们需要跟伙伴讨论教学计划，然后隔天我们就要报告给其他人听，就是要接受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要修改我们的计划这样子。那但是他们后来就是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那所以那时候我其实真的蛮焦虑的，因为我觉得只有一个晚上，其实时间是不够用的。那所以因为我很重视第一次报告，那当天我记得其他交换生我们其实原本是一起在外面玩，但后来我当初知道晚上要准备报告之后，我大概就是6点多就提早先离开，我就想说可以跟伙伴先讨论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到餐厅，就是进行初步的讨论。那后来我就说你想要负责，我们就决定说他负责找资料，然后我负责做简报。但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就是资料交给我这样子，就是你查到的资料交给我。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大概要晚上11点多才可以把资料交给我，因为他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就觉得感觉不太对，因为从我到印尼开始，我觉得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蛮累的，所以我大概在印尼的时候，我大概平常9点10点我就会睡觉了。那如果他那时候说他跟我说他11点才会把他的资料交给我的话，那我拿到资料之后，我还要做简报，那我几点才可以睡觉？这样但是我不想要我明天的精神不太好，所以我就跟他说，还是我们可以交换工作，所以就变成我负责找资料，然后他负责做简报这样。那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先收集一些资料，然后所以我大概8点多就已经把资料整理好交给他。那其实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要先跟他确认说，你几点可以把完整的简报交给我？那因为我隔天也需要准备，我们隔天需要准备报告，可是那一天我觉得真的很累了，所以我就把资料传给他之后，我就直接睡着。结果隔天早上起床，我还是没有看到简报。那一直到我们到报告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做好简报了吗？”然后他才把简报传给我这样。然后所以你们也可以想象，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准备我们的口头报告。那所以当然最后第一次的报告成果就是没有很好。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蛮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后来就自己想办法补救，我就有再重新准备一份简报给负责的单位。那这件事情当下其实让我蛮挫折的，但我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经验，因为我以前会觉得我已经讲清楚了，那对方就应该知道。可是这一次的时候，我才发现，当你跟一个来自不同国家，然后不同文化，甚至有不同时间观念的人的合作的时候，你不能只用自己的标准去，就是想象对方能了解你的需求。就是你觉得很明确的事情，对方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所以后来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合作的时候不只是要把工作分配出去，而是要确认对方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应该要完成这样子。而且这个确认，我觉得不是你不相信对方、不信任对方，反而是为了让双方就是能够合作的更顺利这样。那我觉得这也是这整趟旅程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收获，因为我学到的不只是就是怎么把事情做完，而是怎么跟一个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合作，并且把事情做好。那在这张照片里面可以看到，左边这张照片是一样是我在那边教学，就是他们在小组讨论，然后我在参与他们讨论的一张照片这样。那右边这张照片这是在不同的地方，右边这张照片这其实不算是一个学校嘛，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营队，因为它这里面的小朋友从幼稚园到国中都有。
然后他们去那边其实不是学东西，最主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身份其实是有点像一个队服的身份嘛，我们就是负责陪伴小朋友这样子。那接下来这是关于英文的部分，就是如果要问我说这整趟旅程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当然还是英文，因为在真正前往印尼之前，我觉行程说明会里面有提到说，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叫做 Global Village 的地球村的活动，然后所以每一位交换的志工都要准备自己介绍自己国家的特色以及自己国家的文化，然后并且还要携带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那老实说，我觉得这是我出发前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嘛，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说，如果今天叫我用中文来介绍台湾，我可能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更何况是还要要求我用英文来介绍台湾。那我当时真的觉得非常的困难，但是经过将近6个礼拜，然后每天跟不同国家的人就是一起生活，然后一起吃饭，然后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一起讨论事情这样。那我慢慢发现，就是我好像真的有办法可以跟他们沟通。那我觉得，就是这段经验最大的，对我来说，我觉得语言的功用就是沟通，所以我只要想办法让对方能够理解我，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就好了。那所以到了准备 Global Village 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知道我知道要怎么介绍台湾了。所以我最后就是准备蛮多照片，然后也附上中文跟英文的文字，然后再搭配一些比较简单的英文口述，然后所以我就完成了对于台湾的介绍。那我觉得那一刻对我来说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在出发之前，我可能根本不敢想象自己就是可以站在一群外国人面前，然后用英文来介绍自己的国家。但是呢，我做到了，所以我觉得英文最大的进步不是我突然间变得有多厉害，而是我开始没有那么害怕，就是会讲错了。因为以前的我可能会害怕因为会犯错，所以就干脆直接不讲。但是在印尼会发现，就是如果你会害怕犯错，然后你就直接不讲，你根本就没办法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不会说中文嘛。对，然后左上角这张照片可以看到是就是在行前准备的部分，我那时候正在制作我们的海报。那右上角这张照片是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志工，然后从左到右分别是日本，然后再来是蒙古，再来是巴基斯坦，然后再来是斯里兰卡，然后再来是我就是台湾，然后在这个最右边这个也是斯里兰卡。然后左下角这张照片是，我记得是那时候我在介绍台湾的时候的图片，他们抓拍的图片。那右下角这张照片是我制作的，就是关于台湾的海报，这样就是展示给他们看的海报。好，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很意外的收获是，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群体嘛。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是一个很向往到国外生活的人，但是我身边的很多好朋友，他们好像都比较少人有跟我有相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到了这次的志工活动，我突然间发现，就是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蛮多跟我一样想法的人，就是他们也想认识不同的文化，然后也想去不同的国家，也愿意离开自己的舒适圈。而且就是我们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国家，然后讲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但我们却因为相同的目标，然后所以有办法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不只是让我认识到了很多就是国外的好朋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找到了一群就是跟我有着相同的喜好以及目标的人。所以我觉得人真的要多探索就是未知的领域嘛。那回到童军，我想说就是，好，我先介绍这几张照片好了，这几张照片就是其实是我在那边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嘛，就是我们拍的蛮多照片。那像是左上角这边是，我们去吃一个韩国的那种韩式拉面的那种店，然后是那种拍贴机。然后右上角这张照片是我们去睡在一个当地人的家里面，然后左下角这张照片是我们那时候去水乐园拍的照片，然后右下角这张照片是我那时候煮卤肉饭那一天拍的照片。对，然后我这几张照片我其实都蛮喜欢的。那接下来回到童军，我想说，就是如果现在要回头看的话，我会发现其实这一切跟童军有着蛮大的关系嘛。
因为童军它让我就是第一次接触到了很多陌生的人，然后也让原本一个不太主动跟别人交流的人，就是我，然后开始学习跟不同的人合作，然后也让我学会了一些就是看起来很普通，但最后真的派上用场的生活能力。但如果没有那些经验，我觉得我参加这次志工活动的机会可能会小很多。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思考说，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我？那我最后想到的答案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记得我妈妈之前很常就是强迫我参加一些，强迫我参加蛮多童军活动的，而且有些活动她甚至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然后她就直接帮我报名这样。但是就是每次我知道我要去参加一些童军活动的时候，我通常第一个反应都会蛮不开心的，我就想说我不想去，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那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认识一群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但是每一次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整个活动过程中其实真的很充实，然后也很开心。那我最后回来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哦，其实这次活动蛮好玩，那我下次还想再参加这样。那最后，所以现在回头看来，我就会觉得我可能是一个蛮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嘛。而我觉得我妈妈就扮演那个就是要推一把的推我的人，推我的角色。那以前的我可能会真的很讨厌他一直强迫我就是参加很多活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随着我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那我现在反而会蛮感谢他的，因为如果当时没有人推我的话，我可能会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那我也可能不会主动认识陌生人，也不会学会煮饭，那也更不能参加国际志工。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用英文跟他们交流这样子。那所以我现在就越来越觉得，人真的要去多探索一些自己原本完全不会想到的事情，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就是一个看起来普通的选择，最后会把他们带去哪边，把我们带去哪边。那有些事情可能会成功，有些事情可能会失败，甚至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太适合自己的人，然后也会遇到就是跟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也可能因为语言不通而感到挫折，那更有可能在合作的时候，就是发现原来自己的想法跟别人有差这么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话，不会把这些事情称之为失败吗？我觉得我比较愿意把他们当成就是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当然，因为这些插曲最后都会变成我们成长的一部分。那就像这次印尼之旅，我发现，就是我之前很害怕英文不好，然后害怕一个人出国，然后也害怕我教不好学生，然后害怕学生不想听我上课，更害怕就是我煮出来的台湾的料理不太好，食物不太好吃，那也害怕自己没办法融入一群外国人这样。但最后我发现，就是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我准备好了我才去做，而是我先踏出去之后，才慢慢的学会怎么去做。所以我想用一句话来就是形容我这次的经历嘛。我觉得我不是因为不害怕了，所以我才走出去，而是因为我走出去了，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害怕。那而且我也蛮庆幸，就是从童军开始到后来的 ISEC，再到就是这一次的去身为国际志工去印尼，我一直都是有一个人推着我往前走。那以前我很讨厌那个推着我的人，就是但我现在会蛮感谢他的。那这是因为有人推了我一把，所以我才能有机会看见原本有可能看不到的世界，那也可能也有机会才有机会成为现在的自己。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喜欢现在的自己。那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哦，那我们谢谢维玉今天精彩的分享。那这个时间点我看一下，现在9:34哈。那我们大家一样，就是依照惯例，我们先来大家来合影一下吧。那维玉你这边帮忙先停止掉分享的部分。OK。好，那就是方便开镜头的伙伴，这时间点我们开个镜头一起合影。好哦，都 OK 了吗？要拍喽！3、2、1 ，OK， 好，我们拍一张。OK， 好的。
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